美国智库教授对003航母的下水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该航母将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中国003航母福建舰下水后，西方的学术界给出了超级航母的评价，但是呢，又对中国将如何使用福建舰提出了疑问。最大的问题是，这艘航母是否有能力对抗美军真正的超级航母？布朗大学沃森研究所教授莱尔·格德斯坦就表示，一些海军理论家可能会合理的质疑中国航母力量的战略理由。这些传统的战舰能否在反舰技术的冲击下生存下来？从无人机到侦察卫星，从核潜艇到反舰巡航导弹，都对航空母舰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很显然，中国才是最理解反舰导弹可怕的国家，因为中国开创了其中最可怕的反舰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另外，就003航母的超级能力而言，中国武统台湾似乎用不上它，因为两岸只有150公里宽，各种各样的导弹、火箭弹、无人机以及陆基战斗机完全可以覆盖所有的作战空域。许多西方战略家只能推测，中国的军事目标远远超出了台湾岛，不能排除中国在所罗门群岛、柬埔寨或西非等地建立新的海军基地。美国专家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福建舰显然将使用电磁弹射器，这项技术迄今为止仅用于美国的福特号航母。这意味着这艘中国军舰可能会利用最尖端的技术，大幅度地提升航母编队的战斗力。比研制航母进展更快的是中国护航舰队的发展。从055万吨大驱、052D 导弹驱逐舰到054A 导弹护卫舰，中国已经有了能为航母提供强大的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的战舰，甚至性能与美国海军相当。中国海军在反潜作战能力上也发展迅速，新型的攻击型核潜艇也在下饺子。那么，中国真的是依赖强大的护航能力让航母战斗群发挥作用吗？答案是并不一定如此。中国海军专家早就指出，中国的航母战斗群可能比美国海军的航母编队弱，但中国的航母编队只在作为一体化的国家作战体系的一部分发挥作用，而不是去远洋独立作战。在这样的计划中，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陆基空中力量、火箭军的远程导弹将用于将敌方的航母战斗群拒止在远处，使中国航母能够占据关键的阻挡位置，这样就能够确保中国顺利地完成对台湾岛的收复。这位作者指出，中国的003航母未来的真正使命可能会与其姊妹舰一起驶向台湾的东部，任务如下：封锁和打击台湾岛的东部目标，也就是那些被中央山脉遮挡的目标。同时呢，也要保护中国的潜艇舰队驶向西太平洋，并阻止驻扎在关岛的美军轰炸机来打击中国的两栖攻击部队。这位美国专家称，美军低估中国海军实力是愚蠢的。中国海军确实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福建舰航母正是中国海军综合作战能力不可忽视的提升标志。如何应对中国的003航母呢？他认为，美国需要同时沿着2条轨道前进。一，美国海军应该加倍发挥其海底作战优势，因为潜艇是当代舰队中最重要的主力舰，未来也会是反航母的主力。第二，美国的外交官应该接受现实，不要主动的挑衅中国，并且呢，要将台湾地区的国防承诺缩小到美国能力允许的范围内。综合分析一下这位教授的观点，可以发现集中在2句话上：一，发展核潜艇和减少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概率。他似乎还没有理解中国以003航母为核心的航母编队独立执行战斗任务的底气是什么。
其实，在中国军舰配备了高超音速反舰导弹以后，003航母上起飞的舰载固定翼预警机和无人机可以为整个舰队提供目标指示。由高超音速导弹对这些目标发动攻击，将会彻底改变航母对决的作战样式。舰载机的作用仍很重要，但是在未来，它不一定是大国反航母作战的主要手段，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才是。而在这方面，中国的技术全面领先美国。另外，中国航母编队的确需要加强应对水下威胁的能力。在这方面，美国人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中国下一代核潜艇的实力也将会赶超美国的核潜艇。未来还会加速发展先进的无人水下作战力量。不管是水面还是水下，美国对中国航母最好的应对手段就是不挑衅，躲得越远越好。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